在航空工业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的最新进展中，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针对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的未来走向，释放了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信号。尽管 FAA 依旧秉持审慎态度，但首次暗示该型号飞机可能已更接近获得认证，其前提是波音公司必须迅速且毫无保留地满足一项被 FAA 视为不容妥协的关键要求。这一声明无疑在业界掀起波澜，预示着利。经长期延误和严苛审查的737 MAX 项目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窗口。那么，波音究竟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才能加速这一关键机型的认证进程？各航空公司又将在何时能够重新启用这款备受瞩目的飞机呢？让我们深入剖析。737 MAX 的认证之路已持续数年，这在当前监管环境下实属意料之中。自从一系列震动整个航空业的事故发生后， FAA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原本就以十分严格的航空安全标准被进一步收紧，使得与飞机设计和安全相关的每一项改动都必须接受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审查。而目前整个认证流程的核心焦点都集中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波音公司必须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此前被曝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发动机防冰系统 EAI 已经得到彻底且永久性的修复。然而，当前的局面正迎来转机，在近期FAA 与波音公司之间进行的一系列密集会议中，双方已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并就一项全面的认证测试计划达成了共识。该计划的覆盖范围将足够广泛，能够细致地检验修订后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以确保任何潜在的缺陷都无法再次出现。这不再仅仅是通过理论解释来证明某些事项，而是需要通过详实的数据、真实的飞行试验以及完全透明的流程来展现其安全承诺。尤其是在经历了过去的错误之后，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开发阶段的测试。在长时间的运行条件下，发动机进气道入口 AI 系统内部产生了过度的热量积聚，这可能会对进气口唇部的复合材料结构造成潜在的损害，而该部件正是发动机进气口的关键承重结构，理应承受气流和机械应力的双重作用。当原本应起到保护作用的系统反而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时，问题性质瞬间从一个普通的技术缺陷升级为严重的安全隐患。面对这一问题，波音公司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改进，重新设计了进气道，强化了其结构，并彻底修改了相关的控制逻辑。这一过程投入了大量的工程时间，以确保新版本的设计不再重蹈覆辙。但在 FAA 看来，仅仅是纸面上的设计变更或者模拟测试结果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现在要求的是在严格的监管和监督下进行真实的飞行测试，每一次试飞都将模拟各种严苛的运行场景，全面评估新的结构是否能够真正承受所有可能遇到的飞行条件。每一个收集到的数据点都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修订后的设计是否足够坚固和可靠，能够安全地投入日常运营。尽管最终的测试方案仍在 FAA 的审核之中，但该机构已经对所有737 MAX 8和 MAX 9型号飞机的 EAI 系统实施了临时的运行限制。这清晰地表明，潜在的风险尚未完全消除。在所有相关飞机完成更新设计的进气口安装之前， FAA 不会放松任何限制措施。维持这些限制充分体现了 FAA 一贯的行事准则：不做任何主观臆断，不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基于确凿的证据。与此同时，针对737 MAX 7和 MAX 10型号的测试计划也在同步推进，但 FAA 已经明确表示，这两种型号的最终认证将取决于美国制造商能否毫无保留地证明其防冰系统已经得到彻底修复，并通过了所有相关的安全基准测试。换句话说，尽管整个737 MAX 项目仍在向前推进，但最终的成败都将取决于 EAI 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在此之前， FAA 将继续保持其坚定的立场，而波音公司必须持续地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本轮的修复措施确实值得整个行业的信任。然而，这条道路注定不会平坦。波音公司过去曾多次给行业带来惊喜，但最终却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顺便提及，如果您觉得视频内容有价值，请您抽出宝贵的1秒钟点击订阅按钮，我们相信接下来的内容同样不会让您失望。回顾过往，波音公司此前针对737 MAX 重新设计的发动机防冰系统方案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早在2023年，该公司就首次公开承认存在一个严重的潜在问题，在特定的运行条件下，737 MAX 的发动机防冰系统可能会导致进气罩过热，从而引发损坏的风险。
为了确保飞行的安全性，并为新型的 MAX 7和 MAX 10型号获得型号认证，这家美国制造商不得不重新设计整个系统。最初，他们计划在2024年1月20日之前完成这一改造工作。然而，当预定的截止日期临近时，工程师们未能如期实现目标。一份在7月25日被泄露的报告显示，重新设计工作仍未完成，这无疑加剧了业内的紧张情绪。仅仅几天之后的7月29日，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正式证实了此前业界普遍担忧的情况。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奥特伯格坦诚地解释说，公司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重新设计方案。他承认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未曾预料的问题，这意味着这家美国制造商需要退一步进行额外的设计调整，以最终满足防冰系统的相关要求。从本质上讲，此前的技术方案未能按照计划的时间框架实现预期的安全目标。此次延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日程安排问题，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潜在的技术复杂性。奥特伯格解释说，对发动机防冰系统进行调整是一项极其精密的任务。他特别指出，发动机进气口周边的区域非常敏感，任何对 EII 系统的改动都可能对进入发动机的气流产生扰动，进而影响由 CFM 国际公司生产的 LEAP EB 涡扇发动机的性能。为了解决这一复杂的难题，波音公司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奥特伯格表示，公司不得不探索多种不同的设计方案，以最终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出所料，这一设计缺陷的直接后果是，波音公司不得不将737 MAX 7和 MAX 10的认证时间推迟至2026年。与此同时，已经投入运营的737 MAX 8和 MAX 9飞机仍然存在着相同的防冰系统缺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采取了干预措施，通过实施运行限制，要求各航空公司仅在飞机实际处于结冰环境时才允许启动防冰系统。这家美国飞机制造商寄希望于一旦重新设计的防冰系统成功实施并通过认证，它将被推广并安装到整个 MAX 8和 MAX 9机队上，从而完成对现有问题的全面修复。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前期的努力，整个过程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法论，这使得整个航空业都有理由对这款飞机的未来抱持积极的期待。那么，当737 MAX 最终克服了这个最大的障碍之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很可能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一里程碑的意义远不只是在官方程序上打上一个勾那么简单，它蕴含着深远的监管、财务、竞争以及声誉影响，这些都将塑造整个737 MAX 项目未来数年的发展轨迹。首要且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修复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一度紧张的关系。在经历了之前的灾难性事件之后， FAA 波音公司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监管，即使是微小的设计改动也需要经过独立的验证。此次因进气道过热可能损坏导流罩的 EI 问题，一直是横亘在技术和法规层面之间的一个关键障碍。成功完成这项重新设计，并结合验证性试飞结果，证实其完全符合安全标准且具备足够的耐久性，将有助于恢复一部分此前流失的信任。FAA 最终接受 EII 的认证方案，标志着双方叙事的重点正在从解决一个重大的缺陷转向完成一系列必要的行政流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监管机构对波音公司的工程和质量控制体系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这种心理层面的转变对于确保后续认证步骤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除了法律框架之外，这一里程碑在财务和运营层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EII 的成功认证将为 MAX 7和 MAX 10型号的型号合格证审批打开大门，从而释放大量因认证延迟而积压的订单。此前，由于 EI 认证悬而未决，导致大量已完成的飞机无法交付，这给波音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这些飞机代表着已经支付给供应商的资本以及在资产负债表上闲置的劳动力成本。一旦 EII 问题得到解决，这种财务压力将立即得到缓解。其中737 MAX 10机型作为737系列中载客量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型号，已经获得了包括美联航、瑞安航空等主要航空公司数百架的订单。这些订单正等待着一款能够与空客 A21 Neo 直接竞争的机型。MAX 10的延迟交付不仅造成了运营上的不便，更意味着重大的收入损失，并损害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此外，一旦该机型开始批量交付，将产生3项直接的财务效应。首先，每一架交付的飞机都将库存转化为实际的收入和现金流，同时释放了先前被占用的巨大资本，从而显著加快现金的流动速度。其次，通过降低已完成飞机的仓储成本，削减每月的维护开支，以及消除向客户支付巨额合同罚金的风险，将直接
减少因延误造成的财务损失。最后，它将有助于优化波音公司的生产线，能够无缝地生产全部4种 MAX 机型，将使波音公司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标准化生产流程，并稳定其供应链，从而显著提升运营效率，并降低单架飞机的生产成本。从战略和竞争的角度来看，成功推出剩余的 MAX 型号是这家美国制造商重振其在窄体机市场地位的关键举措。目前，该领域主要由空客的 A320neo 系列占据优势。737 MAX 7在长距离高温以及短跑道等特殊条件下的卓越表现，以及 MAX 10作为全球航空业中唯一真正能与空客 A321neo 直接竞争的机型，都使得这一进展意义非凡，因为它维持了关键的竞争平衡。而 MAX 10仍然是全球航空业中 A321neo 唯一的真正直接竞争对手，这一进展意义重大，因为它维持了关键的竞争平衡。MAX 10的问世避免了大容量窄体机市场近乎被一家公司垄断的风险。许多主要的航空公司此前几乎被迫完全依赖空客来满足其对大型窄体飞机的需求。该机型的回归为航空公司提供战略上的灵活性，使其可以在2大飞机制造商之间分配订单，从而降低了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风险，并保持了在价格和保修条款上的议价能力。该机型的回归使航空公司获得战略灵活性，可在2大制造商之间分配订单，既降低单一供应商风险，又维持在价格和保修条款上的议价能力。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竞争将远不止于价格层面，它将推动波音、空客以及发动机供应商如 CFM 国际公司的 LEAP-1B 发动机在燃油效率、降噪技术以及飞机可靠性等关键领域加速创新，成功解决 EI 问题，并推进认证进程，使得制造商能够保障其剩余的订单，并保持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清理积压的订单也有助于全球航空公司更快地更新其现代化机队，以满足疫情后日益增长的航空出行需求。对于737系列的现有运营商而言，能够拥有从 MAX 7到 MAX 10的全系列4款 MAX 机型，不仅能够优化其机队规划，还能充分利用该系列飞机的高度通用性，从而大幅降低飞行员培训、飞机维护以及备件库存等方面的成本，最终提升其运营盈利能力。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重新设计带来的益处也将汇集现有的机队。新型的防冰系统不仅将应用于即将交付的新飞机，更将成为目前在役的 MAX 8和 MAX 9机型的长期解决方案。这2款机型目前受到 FAA 的临时运行限制，仅允许在实际遇到结冰条件时才可以使用防冰系统。一旦新型的进气口设计获得正式认证，这家美国制造商便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的MAX 机队中推行改装计划，这将彻底消除当前的运行限制，显著减轻飞行员的工作负担，提升飞机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飞行性能。而最重要的是，提高航班的放行可靠性，从而增强航空公司的运营效率和整体航班准点率。简而言之，成功解决进气道问题是波音公司从危机管理阶段转向专注于飞机交付和市场竞争的关键性最后一步。波音公司正从危机管理转向交付与竞争的关键一步，此举将解锁2种新型飞机变体，为整个 MAX 系列的未来奠定稳固的监管和财务基础，使得这家美国航空业巨头能够将其重心重新放在生产和供应链的挑战上，而不是持续应对根本性的工程障碍。同时也有助于恢复全球窄体机市场健康的竞争平衡，